什么时候量血压最准？测右手还是左手？不注意5件事或等于白测。如果要问怎么样才能知道血压高不高，很多人会想到用血压计量一下。标准血压范畴为90到140毫米汞柱之间，超过140为高血压，小于90为低血压。简直不要太简单。可问题是，测出来的血压真的代表着身体真实血压吗？要知道，人体每天血压会随时间而波动，不同时间测得的血压数值也是不一样的，甚至左手手臂和右手手臂测得的血压结果也不一定完全相同。那么，到底怎样测血压才是最准确的呢？接下来就让我们就此问题好好说道。1. 小小血压影响深远。血压指的是血液作用于血管壁上的压力，而人体血管又有动脉血管和静脉血管之分，这两种血管渠道的功能是不同的，可见人体血压对不同的血管也不完全一样。动脉血管血压对应的是心脏收缩压，静脉血管对应的血压是心脏舒张压。人们常说的血压其实仅仅指的是心脏收缩压。一般来说，不同的人心脏收缩压也不完全相同，但只要身体健康，基本都会稳定在一定的区间范围。世界卫生组织给出的血压监测范围是90到140毫米汞柱之间，超过该范围的血压一般而言属于高血压，对人体健康不利，而低于该区间的血压一般而言也属于低血压，对人体也不利。至于为什么这里要用一般而不用绝对的说法，在此卖个关子，之后会详细做出解释。若是血压处于高血压状态，按照2019年10月28日人民网发布的一篇关于血压的文章来看，对人体有3大危害。一是危害心脏，高血压会损伤心脏冠状动脉，长期高血压会促使冠状动脉发生硬化。当动脉血管失去弹性之后，心脏供血压力会增大，每一次跳动都要求心脏超负荷运行，而心脏不是无根之物，要超负荷运行的前提得是营养充足。恰好冠状动脉硬化之后，血液运输受限，心脏供血降低，心脏得到的氧气等营养物质也会相应减少，因此很容易出现心绞痛、心脏扩张、心律紊乱、心力衰竭以及心肌梗死等症状。二是危害脑血管，高血压同样会损伤脑部血管，时间久了会让患者思考受阻，头晕脑胀出现频繁，严重的还有记忆衰退、脑梗死以及脑出血等现象。特别是脑梗和脑出血，当出现这2种症状时，基本意味着下半生与幸福无缘。因为哪怕救治及时，脑梗和脑出血患者通常都会留下严重后遗症，比如偏瘫、失语症等等。3是造成肾脏损害。是的，你没有听错，高血压和肾脏也是有关系的。高血压会使得夜尿增多，肾脏长期处于超负荷工作之下，就可能引发肾动脉硬化。当肾脏功能受损，对于尿液处理就很难及时完成，电解质会随之失衡，人体酸碱平衡也会出现紊乱，发展到后期就有可能出现尿毒症，除了换肾没有别的治疗方法。低血压的危害同样不容小觑，血压太低就意味着心脏泵血能力不足，血液没办法及时把营养物质输送到四肢百骸，时间一久，细胞就会出现死亡，器官就会出现功能障碍，严重的还可能出现休克甚至死亡。可见小小血压影响深远，千万不能不把血压当回事儿。为了健康着想，我们一定要学会正确测量血压。2. 正确测压，讲究方法。要想正确测量血压，首先时间把握的恰当。人类社会日出而作，日落而息，人体血压也有类似的节律。成年人血压讲究2峰一鼓，2峰指的是上午6:00、0:10、00期间为第一高峰，下午4点到晚上8点间为第2高峰，而所谓的一鼓则在夜间0点到4点最为明显。如果以时间为坐标轴 X， 血压为坐标轴 Y 作图，会发现每天测出来的血压就如同一把长柄勺子，所以血压的节律模型在医学界又被称之为勺形血压。大多数人都符合勺形血压的规律。澎湃新闻6月24日发表的一篇关于血压的文章指出，正确的血压测量时间点有2个，一个是早上起床后的1个小时内，另一个是在下午的4点到6点左右。在这2个时间段测量血压，有助于及时发现血压上升趋势，同时更全面地了解血压波动情况。
其次，血压测量左右手要选对。一直以来，关于血压测量究竟应该用左手手臂测还是右手手臂测争议不断。左手派的人认为，左手手臂距离心脏更近，越靠近心脏血压自然更为准确，所以测左手手臂能更精确评估身体血压。而右手派的人则认为，从实践来看，人体右侧血压往往比左侧血压更高，也就更能对高血压做出判断，所以应该以右臂血压数据为准。那么到底是该测左手还是右手呢？中国血压测量指南给出了一种比较折中的建议，说理论上右上肢血压高于左上肢，两者相差能达到10毫米汞柱，测量右手手臂血压更好。但考虑到也有不少人左手手臂血压更高，所以最恰当的方法是左右手都测。拿到2个手臂数据之后，取一最高值当作参考，对于需要连续测量血压的情况，测量手臂不要发生变化。比如上次测量以左手为准，那么下次就同样以左手为准。最后要想准确测出血压，5件小细节千万不能忽视，否则测完也等于白测。1、测量血压过程不要说话，说话可能会导致血压升高，因为说话实际上是人类表达情绪的过程。情绪能引发神经系统调节，使得交感神经系统兴奋性增加，同时还伴随肾上腺素等激素分泌，这些都会影响心率，进而影响血压。2、测量血压过程不要翘二郎腿。研究表明，翘二郎腿会引发一次性血压增高。原理很简单，翘二郎腿之后，腿部血液流通受阻，血液回流心脏不畅，会迫使心脏提高心率来克服回流血液减少的问题。所测血压会比正常血压高6毫米汞柱左右。3、不要在寒冷环境下测血压。寒冷会使得血管暂时性变窄，心脏为了维持供血正常，会更为剧烈跳动，使得血压暂时性升高，影响数据准确性。4、测血压手臂不要低于心脏水平。由于重力的影响，如果手臂高度低于心脏，那么心脏泵血所需力量会降低，测的血压数据也会偏低。手臂高于心脏，心脏泵血所需力量会提高，血压数据也会变高。所以测量过程中，手臂最好和心脏持平。5、水银血压计放弃不要太快。尽管目前已经有多种多样的血压计，但水银血压计使用范围仍旧最广，因为水银血压计被认为是最准确的无创血压测量方法。水银血压计使用过程中会有很多技巧，其中就包括放气速度不能太快，因为放气太快会低估收缩压，高估舒张压，使最终测得的血压数据产生偏差。以上3大类血压测量方法掌握之后，测得的血压才有实际意义。3、测量血压只是开始。很多人测量血压目的只是为了获取一个数字，无论是高血压还是低血压，在短暂的惊讶之后，回家该吃吃该喝喝，根本不当回事儿。其实测血压不是目的，之所以要精确测量血压，主要是为了对生活习惯进行调整，以追求更完美的身体健康，所以测量血压仅仅只是一个开始。血压测量无非3种结果，要么高于140血压偏高，要么低于90血压偏低，要么处在140到90之间血压正常。正常在此不论，咱们只讨论偏高或者偏低。先说血压偏高，血压高于140不一定是高血压，除非同日3次测量结果均高于140，才可以确定高血压。当出现高血压时，要做好主动防控，改变生活习惯，做到坚持锻炼、吃饭控盐、戒烟戒酒、情绪稳定、睡眠有质量，这些都能帮助降低血压。如果实在降不下来，必要时还可以按照医生的叮嘱服用降压药。再说血压偏低，同样非同日3次测的血压结果均低于90，基本可以判断低血压。不过和高血压不同的是，低血压不一定不好。低血压可以分为生理性低血压和病理性低血压2种。所谓病理性低血压，是指因为疾病而导致的低血压。一般解决办法很简单，对症下药即可。就拿低血糖引发的低血压举例，想升高血压可以通过多吃含糖食物，比如果汁、蜂蜜等提高血糖，进而做到血压的提高。至于生理性低血压，对健康没有太多伤害，因此不用特别在意。很多瘦弱的人，特别是一些体质瘦弱的年轻女性，血压往往会低于90。只要不会频繁出现头晕、头痛、精神疲惫等症状，
对健康通常没有影响。结语：综上所述，想要测血压测得准，最好在早起1小时内或者下午4.0-6.00测量，左右手都可以测，结果取最高值。同时，测量过程中要注意前面提到的5件注意事项，否则测了等于白测。另外，务必谨记，测血压不是目的，测血压只是为了便于我们了解身体健康状况。血压数据正常可以不管，如果不正常偏高或者偏低，都要及时进行生活习惯调整，千万不要不当回事，以免造成悲剧后果发生。